大家好，这个视频呢是我上一个视频的续集。上一个视频我讲到了从决定回国到去 LA 的机场值机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个视频会讲机场值机到厦门的隔离酒店之间的事情。之前也看到了我的视频给了大家很多的帮助，我也非常的有成就感。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让大家对未来的行程有一些了解吧。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当时是在酒店大堂吃了 In and Out，吃完了以后，我们就去坐沙漏去值机了。值机真的不需要提前太久到，因为值机的通道是8点才开始的，所以你早去了，他那个队都不会往前挪。他确实是会有很多很多人提前排队，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连值机都这么内卷。可以大概提前3、4个小时左右去，我觉得比较 reasonable。但下午就开始去排队，我实在是觉得没什么必要。因为这个行程太辛苦了，你要抓紧时间，能休息就休息。提前值机并不代表你可以住进你想住进的好的酒店，这个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来讲这句话。我后面会讲为什么。去值机的时候就开始排队嘛，排了一段以后呢，就开始有一个穿防护服的地勤人员过来找你测体温和收走你打印出来的检测报告。如果你的体温合格，并且报告合格的话，他们会给你一个纸条，上面盖一个章，这个纸条就夹在护照里了。去值机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纸条收走。如果你没有这个纸条，是不能给你办值机的。抗体阳性的话，他们可能会管你要疫苗的证明。如果你和朋友一起去值机，或者和家人一起值机，工作人员可以帮你们安排挨在一起的座位。这个就是我觉得唯一一个早到的好处，就是如果你最后一个才到，然后没有挨在一起的座位了，你就没有什么选择权。值机办完了以后，那个条就被收走，托运行李也被收走了，你就可以逛逛免税店啊什么。免税店呢开是开着，但是里面真的很多货都没有了。然后星巴克是开到晚上11点的，但是队很长。这是早到第二个好处，就是你会预留出一定的时间逛免税店和买星巴克。我是 personally 建议大家去星巴克买点水，至少飞机上也会发2小瓶儿。这2小瓶对于我肯定就不太够，所以我就去买了瓶水，然后倒点热水。登机前呢，你要填一个海关红码，那个是海关旅客指尖服务小程序，你在小程序里面搜就行了。这个红码是只有值机以后才可以填，因为需要座位号才能填这个码。你填完了以后会有一个二维码，绿码是动态码，这个码是一个静态码，你直接截图就可以了。可以把它这个截图设成你的手机锁屏，这样的话人家要扫的话，你直接把手机放那儿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登机前就设成屏保，它后面都是一模一样的码。我当时是戴了 KN95口罩，外面加一层医用口罩。飞行中间换过一次，飞机全程是没有饭的，但是给了一袋的小点心，是在你登机前就给你发好的，全部都是碳水，可以解决低血糖的问题，但是不顶饱。建议大家在去机场之前，有条件的话吃顿好的。也可以在值机以后在星巴克买个什么 sandwich 之类的，不要在登机口吃，那块人比较多，可以在一个隐秘的角落吃。我当时全程是正常吃喝上厕所的，我在摘口罩的时候是憋气，把口罩拉下来，喝一口水，拉上去咽，没有直接就长时间摘口罩为了吃喝的这个过程，基本上都是很快的拉下来一口拿上去。空乘人员会在厕所旁边那排坐着，看到有人去上厕所，他就会发手套和消毒纸巾，你可以带着他给的手套进去上厕所。然后飞机上面是全满的，不是说坐一个隔一个这样，但是最后的几排是空着的，最后3排拉了一条警戒线，我估计是隔离用的，就是如果有症状的人。然后警戒线前3排也是空着的，其他的全部都是满的。上飞机的时候，你在座位上可以看到一支笔和复写纸的那个一个表，这个表呢是入境过海关的时候用，然后这个笔就直接给你了，所以说你没带笔也无所谓，至少下航是这样。飞机上一定要吃好、喝好、休息好，一定要让自己尽量的舒服，因为你下飞机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降落之前呢，空姐会过来测体温，她体温是这样，就是你伸一个手腕过去，然后拿那个红外线在这里测。有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是因为穿太多了导致体温不合格，所以空姐会让你脱一件，然后回来再给你测一次。我当时就是，因为我特别怕冷，所以坐飞机我都会穿很多，然后我就脱了一件，把袖子撸起来晾了一会儿，然后第2次测就没问题了。飞机落地以后，先广播叫了几个人下飞机，他是会广播叫座位号，
我有一个朋友被叫到了，然后他就先走了，其他的人就在飞机上等了好一会儿才开始下飞机。下飞机以后，我就感受到了厦门的温度，我就开始后悔我为什么要穿一个厚帽衫。下飞机以后，坐摆渡车到海关检测点排队检测。这个时候呢，他会查你的护照，他会收走你飞机上填的那个表，然后呢，你会到一个机器那个地方扫描一下你的护照，它会打印出来一个条形码。如果你打了疫苗的话，你需要去另一个桌子，他会查你的 CDC 小白卡，录一下你的疫苗信息。然后你拿着这个条形码去小白屋里面检测，这个条形码是贴在你那个检测的试管上的，这样的话，人家出检测结果就直接刷一下就可以。拿在手里的时间就不超过1分钟，你进了小白屋就给人家了。他那个捅鼻孔只捅一边，然后还要捅嗓子。我需要吐槽一下，机场这个捅鼻孔啊，它真的是名不虚传。我当时在 LA Nova 测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很 intense 了，但是机场这个它更 intense，直接捅的我就眼泪立马下来。我捅完了以后出来我就流鼻血，这是我第一次因为测 COVID 流鼻血。但是它不是那种流出来，就是渗出来那种，就很少，拿纸擦一下就没了。和这个机场检测比啊，我之前那几次，包括我在学校测的 weekly testing，简直就是个 joke。Anyways，捅完了以后呢，你带着你升天的灵魂去排队过海关，就跟平常入美国的进过海关差不多，就有一个人拿你的护照看一看，问你几句话，给你盖几个章，盖完了以后你就去领行李。行李它是分散在2个传送带的那个牌上，就是如果你一个上面找不着，你去另一个上面找。然后它这个行李呢，你拿到的时候它都是湿的，就是它全部都喷的那个消毒液消过毒的。所以呢，在此也建议大家不要托运不防水的行李。领完行李的你就可以出大门了，出完了以后你就算正式入关了。但是这也还没有结束，出了这个大门以后就没有空调。我当时穿着巨厚的帽衫，拿着3个箱子排队等大巴。这个大巴呢是接你到机场附近的一个分流中心。这个大巴呢也不是说谁先上谁就分了好酒店，不是的。哦，by the way，当时我们很懵逼的那个同学为什么被先叫到了？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他其实是信息填错了，所以被先叫下去的，并不是有什么问题，也不是抽查。我为什么说先下飞机并不能保证你会分到好酒店呢？是因为他下了飞机以后，确实是先到了这个分流中心，先被分配到了休息室等待。但是他等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都要长，最后是我们2个人在同一个大巴去的酒店。到了分流中心以后呢，他会查你爱厦门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就是在你登机之前就可以扫就可以填，但是也可以到了那个分流中心再填，填完你的信息，然后点击我已入厦，它就会出现一个闽政通的二维码。还有几个渠道可以到这个 page， 就是你可以下载闽政通 APP， 但是一定要在国服上下，美国的 App Store 上下，这个 APP 是不 work 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柜台那儿会给你一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直接微信就跳转到那个网址，你可以在那个网上填，就不需要下载 APP。这2个方法都可以。到了分流中心，传完二维码，问我最终目的地是哪儿。这个最终目的地才是决定你分配到哪个酒店的原因，不是你坐哪个大巴，也不是你坐多少座位号，也不是你先不先下飞机。我当时回北京了，我就和另一个北京同学都分到了3号休息室等着。他一共有4个休息室，我的另外3个同学他们飞哪儿的都有，他们都被分到了2号房。我后来才发现3号房里面全部都是最终目的地填的北京的人。然后呢，就是在分流中心等着全部的人都办理好了，分配好房了以后开始走。我同学在2号房，他们走的比我们早。这个等是真的很久很久，大概2个小时，但这里面有 WiFi， 可以安排点事儿干。然后需要填码的所有地方都是有 WiFi 的，至少厦门是这样。所以你如果没有国内的手机号没有关系。我们3号房的旅客都被带到了湖里区的百齐万怡酒店，这个酒店就在机场旁边。然后2号房的我那些朋友他们都被带到了思明区的金瑞嘉泰酒店。然后我有一个厦门思明区本地的朋友，他是大概1月份回来的，当时是被带到了悦来海景。所以这更加证明了这个酒店是按照最终目的地分，而不是谁先下飞机谁就分到好的酒店。我觉得唯一需要争取排在前面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你到了酒店，在大堂 check in 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早点 check in， 因为你排在最后的话，可能房型就没得选了，最后可能比如只剩1间房给你，是啥就得住啥。我当时便宜的那个没了，海景房也没了，就只能住那个中不溜的。但是呢，条件很好，所以 I have no complaints。
在这里插播一条我在酒店大堂录的视频，给大家参考一下我酒店的 level。再插播一条我在酒店门口拍的视频，给大家参考一下排队进酒店是什么样子。建议大家在 check in 的时候一定要能排在前面就排在前面，但是在值机和下飞机的时候是真的不需要。还有一个小 tip 是，你的最终目的地是可以改的，隔离解除的前5天之前改，在隔离解除的前5天之内是不能改的，因为他们要提前安排专车去接送，你需要给他们预留出一定的时间来安排。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会问到的，就是隔离结束可不可以在厦门逗留？是不可以的。如果你选择在厦门本地隔14天，然后像我这种回北京再隔的话，需要闭环转接，就是他从我这个厦门酒店给我接到厦门机场，落了地以后再从北京机场给我接到北京酒店，就中间我是没有自由的。然后如果你想在厦门玩，你就得在厦门这个同一个酒店隔21天，隔离完了以后你就自由了。北京的酒店中间那个期是免费的，但如果在厦门隔离的话，是21天全自费。也可以选择一些假期可以不用集中隔离的地方，待满21天再回北京。到了酒店 check in， 然后发了一个酒店的 info 吧，它上面会有酒店的菜单、隔离的规定，然后你要做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对，给大家参考一下。我这个酒店是不能订外卖的，可以订零食，但不能订那种新鲜的饭，可以订快递。但是不可以寄快递，快递一律是隔离解除的那一天当天才可以寄。我这个酒店条件非常非常的好，唯一不好的就是不能订外卖，但是我已经非常满足了，因为我不吃外卖也行，只要酒店好就行。还有一点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查阅好目的地的政策。当然，我订机票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有官方的隔离政策的 list。我即使是在小红书上搜厦门隔离，每个人的说法也都不一样。有的人回不去北京，不让21天之内进京；有的人是去了北京可以居家隔离，有的是去了北京酒店隔离，什么样都有，就是每个都不一样。因为它是按照社区或者按照街道来分的，最确定的政策只能让家里人打电话问你的所在社区。大家在一切都查好了以后，要 evaluate 一下这次旅行到底值得不值得，因为真的后面不仅要花很多钱，还要遭很多罪，政策还要成天变来变去，你的计划很可能被打乱，还会面临这种就是如果你的假期很短，你可能半个假期都隔离过去这种情况。所以我真的建议，非紧急不必要就别回国。我当时是查好了一切的政策，知道了我要回国的后果，我才决定回国的。所以我当时心态就调整得很好，我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做足了心理建设，所以回来的路上就不管经历什么大风大浪，我都不会崩溃。所以大家就多做功课，慎重决定，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我今天视频先讲到这儿，我后面再发一个视频，再去讲讲我隔离具体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然后，如果大家想看我后面隔离生活是怎么样的，可以关注我。那今天先聊到这儿，拜拜。